那打呼呢，是不是等于睡眠呼吸中止症呢？其实不是的。如果我们要评估所谓的是不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话，我们通常都还是会做一个所谓的就是打鼾的一个测试，叫做 PSG 这样子。很多人把这个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症两个名词混为一谈。其实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产生打呼，那又为什么会有睡眠呼吸中止症？那就要从我们的解剖结构开始讲起。我们如果一般正常的呼吸，气体、空气会从我们的鼻子进去，经过我们的鼻腔、鼻咽的部分，然后再经过我们的气管，再到达我们的肺。所以呢，在这么长的一个路径当中，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呼吸道。呼吸道又可以分为所谓的上呼吸道跟下呼吸道。那上呼吸道的部分呢，也就是我们的俗称的喉咙以上的部分；下呼吸道呢，也就是我们的气管跟肺的那个部分。如果在这个呼吸道里面有任何的地方产生一个狭窄的情形，产生一个阻塞的情形，那就有可能会产生打呼的情形。那所以就是说，打呼就是说，呼吸道狭窄所造成的现象这样子。可能有的人是因为鼻子的鼻塞，或者有的人是因为喉咙它的结构的关系，可能是因为扁桃腺太大造成的那个空间的狭窄，或者是说它的里面的一些构造。里面的它的软腭的部分，或者说它一些舌根的部分，比较肥大，造成这个整个呼吸道比较狭窄，而造成这个打鼾的情形。那打呼呢，是不是等于睡眠呼吸中止症呢？其实不是的。睡眠呼吸中止症其实算是一个蛮严谨，它是有一个蛮严谨的定义。如何去判断是不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，这还是要请医师来帮忙做评估啦。如果我们要评估所谓的是不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话，我们通常都还是会做一个所谓的就是打鼾的一个测试，叫做 PSG 这样。基本上呢，就是每个医院就所谓的睡眠中心。那在睡眠中心里面呢，它会帮你安排，就是说让你在里面睡一个晚上，它会在你的身体上面贴上各式各样的电极，然后呢去记录你的呼吸，记录你的心跳，记录你的一些睡眠的状态。所以去综合分析之后，然后去判断那些数值，才知道就是说你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的这个情形。所以大家不要搞混，打呼是打呼，睡眠呼吸中止症又是另外一个议题这样子。所以打呼并不代表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。